但我真的不懂，就是有一些新手的误区，然后你们自己觉得是对的，再来指责主播是错的，我觉得这点很不好，我要跟你们讲清楚。就是呢，一套牌呢，让你组这么多张，40张嘛，那它的斩杀方式一定有很多种，只是呢，你要先知道最痛的是什么。好，那我就跟我讲说，哦，那个皇家不就阿尔贝尔9T 爆能强化打2下斩吗？好，很好，你学会其中一种斩杀方式了。但是你有可能每一把你都阿尔贝尔吗？你有可能每一把都下得去吗？没有，所以你要想有没有其他的斩杀方式。那不是说丢下去疾驰干头才叫斩杀，请就是你要想一下，怎么去换资源，怎么去留场面。就这些事情是你们要去思考的。然后就像巫师也是，巫师我就说可能斩杀很多方式，那可能说你今天呢，你说是不是一定只有9院斩、贵人斩，还是要撒旦拖到10费斩？没有，有些前期呢魔力征服足够了，确定他不会搞死你，丢两只那个鳄鱼下去也是可以直接斩啊！你为什么非得用9院斩不可？我就问你，你为什么非得用那个斩？对，就是你们请多多尝试其他斩杀方式，不要就是只觉得说皇家没有用啦，皇家阿尔贝尔就是那个盾又过不去。我觉得是在想说，到底是3。然后我跟你讲，皇家遇到巫师，你就是前期铺场赌他解不掉，他解不掉你就直接那个法术卡丢上去干头就过了。到底为什么要等到爆能强化9？到底为什么要欺负你自己，疯狂解盾面场？你缺这点血吗？你有20滴呀？就真的不会打就不要来呛主播。没有，我刚在跟厂商开会。经验谈，真的经验谈。上次精灵错斩2次，精灵蛮需要练的。我也不敢说我会打，因为我前一代最没有打的就是精灵。但至少可以告诉你们一些大观念，让你们不要就是走入一些误区，好不好？看状况，什么时候该做什么，什么时候该结场，什么时候该架盾什么时候该打头。皇家能9费准时，那个男人做梦都会笑出来，不一定啊，说不定人家8+1啊。前一代你打最多的是精灵，居然。可是就是因为前面有人在问我，我不知道他还在不在，因为我本来就前面有跟你们讲厂商等等有来找我，那我们刚开完会讲了一些事情。对，那我一直觉得大家就是有个误区，就是我一定要结场，尤其是越新手段的，就是比较会有几个状况可以跟你们分享一下。第一个状况就是例如说我们拿皇家护卫来举例好了，我就会可能1费迅捷剑士，2费叮当，3费可能丢个什么瓦路兹之类的，然后4费可能对面铺场了阿波罗结场，或者是说我们的王断天宫那个净化占个场面有没有？但我发现大家到后面就没有很会打，我觉得这是普遍新手的误区，就是我一定要把 PP 用完，要看状况，就是越新手越容易做的事情就是你会想把资源全上缴，对。但其实我们有时候发现说例如说我知道对面是巫师我是手上卡了2-3张异端武士，有时候我其实是会选择性扣牌，就是我知道说这是我大后期非常重要的结场，我就不会就是把它丢下去，因为你丢下去你后期就是少了一张就是可以解的牌嘛。对，然后再来就是第二个就是说后期我说不会打，就是你只会一种斩杀方式，就是阿尔贝尔9T 爆能强化连击打2下。对，这个很简单，大家都知道。也因此有一堆人觉得皇家就是无脑之夜，你就不用带脑也能玩，请带你的脑袋出来，谢谢。对，就是我有遇过蛮多种的斩杀方式，它不一定是阿尔贝尔斩。就例如说，好，我知道我今天遇到巫师怎么办？我遇到巫师，我一定是先开始铺场前期就开始干他头
对，然后可能可以卢米纳斯的时候就卢米纳斯，不能卢米纳斯就王断天宫嘛，啊，铺场堵他解不掉嘛，他没有威廉我就先让他下去，有时候5T6T阿尔贝不用爆能强化也能斩，这是其中一种斩法。那后面呢，就是因为有人一直跟我吵皇家没办法打巫师，对，所以我要讲一下，因为我们后期就是针对巫师是拿另外一套皇家，就是这套中速皇。那我们其实后期打巫师就是一直下杰诺啊，你不用压进化，进化点真的没事就不要乱压，就是啊，你要确定我这个是因为进化有效果，所以我压这个进化点。就像说，如果说今天是Button 还没下阿尔贝尔嘛，那我有时候就是会选择说今天艾米莉亚去加5，这公式其实已经教很多次了，还是有人要来干掉，我真的搞不懂，到底是就是你要来问，你要来，对，你要来呛，反正就是通常艾米莉亚丢下去，卢米纳斯法师丢下去，你艾米莉亚超进化，卢米纳斯全部拿盾，其实对方会非常难解。那除非对方是遇到复仇奥奇斯，那你这个套路就没有用。可是对巫师很有用，因为你今天巫师即使你丢威廉下来，对，会不见得只有那个障壁。那你丢威廉会不会活？还是不会活啊？那下一turn就是我来斩巫师啊。所以我说你不要只想着阿尔贝尔斩，你明明就是有千万种花式的斩杀方式，你可以多多去做尝试。还是说，我们前面一回合可以先有那个嘛，先加盾嘛，啊，下一回合杰诺，如果杰诺没有死，那我就让他死，那这也是其中一种办法嘛。所以就是我会常常告诉大家说，你要看什么状况去选择你要丢什么牌。那其实后续的配置有去改，有去做一些些许的调整。那你今天其实就是可以去搭配说，例如说法师他可以就是让士兵从者得到守护，那这时候你就可以保杰诺还是保其他人，这就是其中一种做法。可是我觉得皇家护卫他之所以可以就是到上位的原因，是因为他灵活度很高。那当然说你今天能不能抓巫师，就看对面有没有啊，5T 有没有安古雷亚，6T 有没有那个对啊安古雷亚，7T 有没有9月嘛？啊，这是靠赛。可是你就是底下一堆人一直跟我留言说这是巫师这样你怎么打？我就问你，你难道把天胡吗？我自己也玩过那一套巫师，我也没有把天胡啊。你知道那种中间我在那里找，我要找哪些，然后右手飞跃次元，你知道多痛苦吗？对啊，就是你得很清楚一点是，好，我今天遇到这个职业，那我就不能丢什么出去，因为我知道这是在浪费我的资源。我知道就是他会丢什么东西下来，我们就是都预设他有啦。例如说好5T他安跟古雷亚，这时候你就要丢瓦路兹啊，没有瓦路兹才去思考第二步，就是说啊，我们没有瓦路兹，那我们要怎么解安跟古雷亚？我们需要选择卖血吗？直接走头卖血，还是说我们就是要用其他方式去解它？就再来想，因为每一把对战的时候会遇到的事情都不一样，所以我并不会就是说你就是一定得怎样，对。但是我觉得就是你们得抛开一些思路，就是一套牌只有某一张能斩的这种思路，我觉得你们要先把它丢掉。都是经验，真的都是经验。对啊，前面先攻啊，你进化要不要保体质啊？然后他5费最强的卡是什么？进化几点血啊？我这个进化能不能解掉它？我不能解掉它，我要卖血吗？还是我今天就继续就是能保体质去拼下一回斩杀？就是有蛮多细节，就有些牌跟你讲简单，是因为你可以不用想太多事情，相对的不用想那么多。像精灵，我觉得它难就难在于说你要凑多少张主件。打多少连击，什么时候回手，什么时候结场，什么时候砍头，那就要想的相对多。因为我觉得皇家是相对简单，但不是叫你不用带脑，好不好？好了，那至于就是这边就是再讲一次，为什么会鼓励大家要爬天梯？就最近也是一直在来跟我去激烈讨论的一件事情。对，就是会觉得说啊，没有牌我干嘛来打天梯？
对，然后也一堆人问我说啊，你这个主播，你这呼吸灯卡背怎么来的？你直接点进去给你们看，这就是之前上大师的卡背。那我当时会开始玩爱影师章玩的这么疯，最大原因也是因为这个卡背，因为我觉得这卡背很好看。那你今天打大师到底有什么优点？这也是就是我一直觉得说，哦，不管是怎么讲，一代老玩家吗？还是就是二代新玩家？他们在抱怨一些东西。但首先我要跟你讲第一点，你今天打上了大师，打上了 Grand Master， 你真的每击就是爽爽先拿10包。我有点不确定说到底就是实际上最终拿几包，但如果你的排名在一定的排名内，可以额外再拿几包。所以其实你前面天梯只要打上去，你下一季开始你就有几10包的资源，我觉得这个非常香，这是第一点。第二点呢，呼吸灯卡背，人家看到就知道你是打上大师的人，你可以先吓他一下，或者是让他羡慕一下，这是第二点。然后呢，再来就这些卡背都是限定的，不会复刻的。也就是说，你那一季就是打完，除非像一代现在有硕士指定嘛，你可能可以去补一些你以前没拿到的牌背，但以2代来讲，只要它有继续营运，就是它就是一个不会复刻的东西。对，那它会不会一样出这个卡背，我不知道，但我希望它有。目前还没有到 GN， 我也不确定说上了 Master 它会给你称号以外会给你什么东西，但这就等我们打上去再看看。但是我会很建议打天梯，是因为打天梯资源真的给非常多。那再来是下礼拜开始会有所谓的宝箱战，那宝箱战简单的介绍一下，就是你去打阶级对战的时候，有机会遇到宝箱。那宝箱里面会开出就是牌背啊、徽章啊、金币啊、卡包啊，甚至会开出传说卡、黄金卡等等的资源。那这东西我觉得就是你每天拿满，你的资源其实是非常舒服的。建议拿满，好吧？建议打满，然后再来这个游戏才出几天，就是一直你有些一代玩家，你一直要拿你一代资源跟我讲说2代很坑啊！你有没有想过，你当时刚开服的时候有没有干了2个月？我就记得很清楚，我那时候回坑，我那时候回坑还不是那个呢，我已经是很后续那种一套牌5万7万的那种时期了耶。然后我就真的全部拆掉，只能组一套牌。外加一套快攻死灵法师，超可怜。然后我就是干了那2个月，后面才开始去干那个 GN。那后面其实也是洪水自由啊，所以我就是搞不懂说就是你自己不算说长远的资源，然后你再来怪官方送的少，我觉得这是一个很不 OK 的行为。再来就是我本身我会讲这些话。有一部分是因为我 Cygames 的全部游戏真的都玩过，对，从就是他14年前的那个升级的巴哈姆特，然后11年前的碧蓝幻想，对，我以前也是古战场起空室，再来就是大家后面知道的超异域公主连结，然后我们已经倒闭的2款弹射世界，然后那个龙伴。然后再来赛马娘 Pretty Derby， 这里的人有一半基本上都是马娘的观众知道我的，然后再来 Shadowverse 跟这一款 Shadowverse World Beyond， 那他们每一款我都有玩。那根据过去的经验，不管是哪一款，他只要遇到周年都会送你100抽，不管哪一款游戏都会送你100抽。我就问你，这里到底哪里不好了？你们那些一代玩家是没有拿那100抽，是不是？还是说你们自己就是想当硬玩家，然后自己又不要，就不要进去抽，再来怪官方？就是以前给的多好多多，2代给的多少多少，真的是在靠北靠步，真的不懂。反正基本上啦，2代已经以现在来看，明年的这个时候，他基本上也是送你100包，所以我真的觉得不用哭了。就你前面2个月辛苦一点，你就拿套快攻，赶快他妈的给我去干天梯，不要花时间在那里打字吵架，超没意义，好不好？好啦，
那么就是一些新手观念跟为什么打天梯就先讲到这边。对，虽然我已经预期，因为我 Cygames 的游戏真的几乎都玩过，你看我的频道就知道，甚至暗影师章，我的直播有总共150支左右，不夸张，只有直播。现在加上那个 World Beyond 的，应该可以直接突破200支。对，那我本身呢，我不敢说我是特别厉害的玩家，因为我真的是就从最底层开始打上来的。对，但是呢，就是我自己也是会练牌过程啊，也是会有什么错斩啊、爆牌啊，有的没的的东西。我本来就不是个很完美的玩家，但我是个很干的玩家，所以我就可以告诉你们一些就是新手可以注意的事情，还有就是一些这个游戏啊，以前有什么，现在基本上也会送，而且2代又送的更多，所以我觉得真的不用担心，你们就是慢慢弄就对了。大概是这样。好啦，那就是这边我们介绍的部分就到这边结束。那我们到时候会上传到 YouTube，希望大家就是可以帮我按赞订阅，感谢大家。